YouTube 过去4年付给创造者超过1000亿美金，不是品牌合作的钱，不是卖产品的钱，是创造者单纯发影片 YouTube 直接付给你的钱。但是大部分卡关的创造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现在符不符合资格去拿到这笔钱。更惨的是，有些人明明已经达标了，申请却还是被拒绝，自己都搞不清楚问题是出在哪里。我的1名1对的学员 Jennifer 2个月就从50个订阅冲到了100个订阅，顺利的解锁了盈利资格。他做对的事其实就是把这一套规则摸清楚。这支影片我要把最新的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完整规则一次拆解给你看，包括官方说明里面很少讲清楚的那几个地雷。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领取。先讲一个底层的逻辑， YouTube 是一个极度厌恶风险的平台，理解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它接下来的所有设计。它不会一次把广告分润的权利交给一个完全没有验证过的频道，所以它会先设定一个比较低的门槛，让你先进来，先证明你自己不是来乱来的，再决定要不要把广告收入这一块真正的交给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合作伙伴计划被拆成2层。第一层就是早期加入，门槛是500个订阅，过去90天内至少3部公开上传的影片，再加上过去12个月里面累积到了3000小时的观看时数，或者是过去90天内累积了300万次的短片的观看量。你要注意，这些时数还有观看次数必须是在过去12个月或者是过去90天内累积到的。如果说你的频道断断续续的做了好几年，数字加起来看起来很高，但其实是分散在好几年前积累的，那是不算的。 YouTube 只会看最近的表现。进到第一层，你能够拿到的就是频道的会员、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这些功能，本质上就是你的观众直接付钱给你， YouTube 把这个叫做粉丝赞助。还有就是 YouTube 购物，可以把产品的链接去放上去，卖出去算你分润，这些都不错，但这还不是大部分人真正想要的东西。真正的重点是第2层，完整的盈利层级，这里才会有广告收入。门槛是1000个订阅，第1层的2倍，再加上过去12个月里面累积到了4000小时的观看时数，或者是过去的90天里面累积到了1000万次的 Shorts 观看量，这2个数字差了很多。12个月积累到4000小时观看时长，跟90天冲到1000万次的 Shorts 观看量，难度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的。如果你是做长影片的创造者，4000小时这条路通常会比冲 Shorts 观看次数现实多了。达到这些数字不代表你就一定会被接受，这里有几个大家很少注意到地雷。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是靠观看时数达标的影片，必须是公开的，设成不公开或者私人影片时数是不算的。第二就是 YouTube 现在在抓 AI 垂直内容，如果你的影片大量是靠 AI 生成，品质低，缺乏真实性，重复性高，会被判定为垂直内容，直接挡掉你的申请。这不是说你不能够使用 AI 工具来辅助剪辑或者是处理素材，而是整支影片如果没有真正的思考或者是产出，只是堆积出来的内容，这条路现在是走不通的。第三就是你必须住在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开放的地区，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在名单内，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自己去后台确认一次。第四就是频道它不能够有正在生效的社群规范的警告，版权警告也是算在里面的。第五就是你的 Google 账号要开启2步验证。第六就是你的内容要对广告主是友善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够每2句话就有1句是出口，谈有争议性的话题要负得起该负的责任，不要随便的去发表你自己都没有验证过的言论。这条线其实是大部分人心里面都清楚的，只是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越过。符合资格之后， YouTube Studio 里面就会跳出通知，如果你想要自己先确认，进入到 YouTube Studio 里面，点开盈利分页，里面
就会直接显示你现在的数字还差多少是才能够申请的。申请的流程是很简单的，但是你心里面先要有准备，先同意服务条款，再连接 Google AdSense 账号，这是你之后收款的工具。选跟频道一样的信箱设定就好了。设定好之后呢，再送出审核， YouTube 会花1到2周来确认你有没有违反前面讲的那些规范，通过了，盈利分页就会整个打开。如果你被拒绝了，也不用慌，30天之后是可以重新申请的，回头去把前面那份地雷清单检查一次，把问题修掉就好了。通过审核之后，最大的一块收入通常就是广告收入。广告是可以放在 Shorts 和长影片的，但是长影片通常赚的更多，原因很简单，长影片是可以放更多广告，广告主目前更愿意花钱出现在长影片里面。要加广告上传影片的时候，你去点开盈利，再点击管理广告插槽，就可以手动的添加了。但是要注意，如果说 YouTube 不喜欢你放的位置，它根本就不会播放那个广告的。所以呢，尽量就找影片里面自然的停顿点，每3到6分钟是一个合理间距。记得只有8分钟以上的影片才是有加这种插播广告的资格的。我也建议你每次上传新影片之后，回头检查一次广告插槽，因为一定会有几个被拒绝的，检查到了就有机会去修正，下一次表现的会更好。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YouTube 有些广告类别会自动的去帮助你封锁，比如说酒类广告，如果你不介意这些品牌出现在你内容里面，你可以去后台里面去把它打开，多开一个类别就是多一个赚钱机会。接下来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懂，叫做 RPM， 每1000次观看你实际拿到的钱，常常会跟 CPM 搞混，翻译成白话文就这样， CPM 是整支影片广告赚到的总金额， RPM 才是分到你手上的那一部分。每次广告主付钱， YouTube 会留 45%， 55% 是你的，这个比例不会因为你的频道大小而改变，但是 RPM 会因为你的内容类型会差很多。理财类的内容，信道的观众他们消费力是比较高的，广告主就是愿意出更高的单价来抢你版位。美妆小物类的内容，观众平均消费低，广告主自然不会出太高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那种 YouTube 每1000次观看付多少钱的说法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的，因为差异都是非常大的。通过了合作伙伴计划之后， YouTube Studio 里面就会有一个盈利分页，还有一个叫做创作者合作的功能，里面可以设定你的媒体简历，把频道的数据和受众轮廓整理成一份答案， YouTube 就会用这份资料来帮助你匹配品牌。设定只要几分钟，但是这可能是你拿到第一个品牌合作入口，值得你花时间去弄一次。接下来讲真正能够帮助你达标的做法，先讲观看时数。你不需要每支影片都很长，你只需要几支真正能够打中观众的长影片，就能够达到4000小时的门槛了。第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个你的观众真正会在意的主题，往下挖到底，挖到影片自然变成15分钟、20分钟，甚至是更长，不是硬拉长，是真的有东西能够讲这么多。怎么样去找到这个主题呢？你去看一下同类型的创作者影片下方的留言，去看一下大家是在问什么的，在期待什么。如果你有能力看到别人影片里面哪个片段被重复播放最多次，那么这个片段就是观众真正在意的东西，你可以用自己的角度做一支更加深入的版本。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好章节还有时间戳。你可能会担心，这不就是让观众跳着看吗？没错，但是会跳着看的人本来就不会把整支影片看完，有章节至少他们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那一段，看个10分钟总比完全不看好。任何能够帮助观众在内容里面找到方向的设计，最后都会换成更多的观看时数。第三个方法就是善用播放清单，把同主题的影片整理成清单，分享影片的时候不要只丢单支链接，是丢整个播放清单。看完一支 YouTube 自然就会接着推清单里面的下一支，观众一口气看完好几支的几率呢就会高很多。如果你有在做直播，直播时数一样是算进观看时数的。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加快达标，是可以把直播的频率拉高一点的。要进到第2层的盈利资格，你还需要有1000个的订阅人数。这里呢又是另外一个重点，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别
别人为什么应该订阅你，这个会比听起来更难，因为现在的演算法已经很聪明了，观众不需要订阅，也是照样会在首页上面看到你影片的。所以订阅这个动作必须是观众主动觉得我是不想错过你的下一支影片的才会做的事。第二就是回复每一则留言，尤其是频道刚起步的阶段，这不只是互动率好看，回复会推一个通知到对方手机上，提醒他你出现过，这常常就是他愿不愿意订阅的那个临界点。第三就是去后台看一下哪些影片是带来最多订阅的，把资源往那个方向加码。现在后台的 AI 工具，它是可以直接帮助你去抓出过去90天带来最多订阅数的影片的，不用你自己再慢慢翻表格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发现，达不达标不是运气，是有清楚的逻辑是可以拆解的。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深度内容、留言挖痛点、章节、播放清单、直播，都还只是方向，哪一个先做，要花多少时间，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这些都还没有讲。知道有哪些工具可以用，跟知道怎么把这些工具排成一条可以照着走的路径，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下一步呢，我会把从零开始怎么最快达到1000订阅以及4000小时观看时长的具体做法，一步一步的拆解给你看。你可以接下来去看这支影片，把它变成你自己能够照着走的时间表。